为什么90%以上的投资者最终都会亏钱？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把投资和投机给搞混了。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给你们分享一本被誉为投资界圣经的神书，叫做《聪明的投资者》，作者是巴菲特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也是价值投资的鼻祖。说实话，最近我看到好多新手疯狂冲进股市，真的是替大家捏了把汗，因为大部分人可能连最基本的投资逻辑都没搞懂，就上头入场，想要靠运气赚快钱，这个风险也太大了。所以不管你是资深股民还是投资小白，都建议你们听一听这本书，或许能帮你省下不少钱，甚至赚得更多。如今我们普通人可以通过投资实现财富增值，格雷厄姆绝对是功不可没。因为在他之前，投资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像是中世纪的教会，充满了玄学和迷信，看不懂也不敢碰。而格雷厄姆就像一盏指路明灯，他告诉大家，投资不是算命祈祷，而是靠逻辑和原则去挑选好公司。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本面向普通投资者的专业书籍，难怪巴菲特会说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其实格雷厄姆的主要观点很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买股票就是买公司，就像你自己在做这门生意一样，你要看得懂它，而不是盯着那串每天波动的数字。市场总是摇摆不定，投资者的情绪在极度乐观和悲观之间疯狂摆动。聪明的投资者要学会在别人恐惧时买入，别人贪婪时卖出，赚极端情绪的钱。另外，他的安全边际理论也是投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我们永远不能为一只股票支付过高的价格，这样才能减少踩坑的几率，降低风险。格雷厄姆还鼓励学生们每个月定期买入优质且被低估的股票，因为他相信比起手里握着大把现金，把钱投进优秀的公司更靠谱。那么他是怎么形成这套价值投资理念的呢？我们来看看格雷厄姆的生平。他1894年出生在伦敦，后来全家搬到了纽约。小时候家境优越，父亲是做生意的，家里还有厨师和管家，可谓衣食无忧。但人生就像股市，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父亲突然去世，一家人的生活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为了维持生计，格雷厄姆的母亲借了笔钱，想在股市里搏一把翻身。但是结局大家也猜得到，啥也没捞着，还赔了个精光，导致家里的经济雪上加霜。这件事儿对格雷厄姆的影响非常深远，他亲眼看到了投机的危险，明白了普通人绝对不能乱投资，必须找到更理性的方法。于是他刻苦学习，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毕业时学校希望他留下来教书，当然格雷厄姆拒绝了，因为他想去华尔街看看真正的投资是怎么样的。他从债券公司的文员干起，一步步逆袭成为合伙人，后来又自己创业，成立了投资机构。也是在这个过程里，他逐渐形成了以理性和长期投资为核心的价值投资理念。说到这里，你们肯定很想知道，作为价投鼻祖，格雷厄姆的投资战绩如何呢？那根据现在能查到的数据，从1936年到1956年他退休，平均年化收益是 14.7%。可能有好多人会说，这也不咋地呀，行情好的时候随便来个路人，一天都比他1年的收益率还高。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20年、30年，你们就会发现，大部分的股民以及金融机构都是亏损的。很多人在短期内赚得盆满钵满，风光无限，可是随着时间推移，钱都会吐回去，甚至赔得更多。所以投资界有一句至理名言，先赢的是纸，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赢家。所以格雷厄姆的长期收益在华尔街历史上绝对算得上很优秀的了。当然，他的学生巴菲特更拿得出手，在过去60年，平均年收益达到了 20%， 资产增长了3万倍。其实价值投资的核心哲学就是要长久的赢，而不是追求一时的爽。所以和大多数人快进快出的思路截然不同，他鼓励我们找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公司，然后长期持有他们的股票。简单来说，价值投资赚的不是低买高卖的差价，而是2种溢价，一是优秀企业成长的溢价，二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资产增值。这也是为什么巴菲特能够坚定持有可口可乐那么多年，从1988年投资至今，中间经历了2000年的纳斯达克股灾和08年的金融危机，价格跌到谷底他也不动摇。36年下来，从最初的13亿美元给他带来了300多亿美元的回报。
那么，巴菲特又是怎么和他的老师产生交集的呢？靠的就是你正在听的这本书。1949年，55岁的格雷厄姆出版了《聪明的投资者》。第二年，19岁的巴菲特无意间读到了它，顿时感觉被开了天眼，觉得这就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投资理论。后来得知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投资课，为了能跟他学习，巴菲特直接考上了哥大研究生，也是个狠人。毕业后，他甚至申请去格雷厄姆的公司工作，表示可以不要薪水，只为学到真本事，但还是被无情拒绝了，因为那时候格雷厄姆的公司只招犹太人。不过巴菲特并没有放弃，他坚持给老师写信，汇报自己对投资的理解和感悟。几年后，格雷厄姆终于被他的诚意打动，同意让巴菲特来公司手把手教他投资。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格雷厄姆退休后，巴菲特回到家乡，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逐步优化老师的检验地儿策略，最终成就了今天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股神。成名后，巴菲特也经常给学生讲课，用的教材依然是这本《聪明的投资者》。那么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普通人该如何应用价值投资理念呢？其实它的精髓就在于教你如何找到好公司，并且耐心持有它们，不要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搞得心神不宁。简单来说，就是把好公司当成你的合作伙伴，一起走过漫长岁月，享受它成长带来的红利。就像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他赚的不是短期的股价波动，而是可口可乐几十年的品牌积累和业务扩展。不过投资这条路上有太多的诱惑和陷阱，就像最近股市暴涨，有很多专家大 V 就开始叫大伙炒股，鼓吹牛市来了。殊不知这很容易让普通人一不小心就掉进深坑里，因为股市里绝大部分的亏损其实都是在牛市里开始发生的。大多数人都把投资和投机给搞混了。先抛出一个问题，你是怎么选择基金和股票的？是不是和以下几种情况类似？第一种，做波段，就是在股票价格开始上涨的时候，找个低点买进，等它涨到某个高点再卖出，赚取差价。第二种，靠消息操作，每天关注财经新闻、网上的小作文或者所谓的内部消息，分析他们对市场是利好还是利空。如果利好就赶紧买入等涨，如果利空就赶紧抛掉，等跌的差不多了再接回来。第三种，压住趋势，长期持有。比如现在大家都说新能源、芯片、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大趋势，于是就买入了这些领域的股票，准备长期持有，等待升值。在这一部分里，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做价值投资。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格雷厄姆认为，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不太好使。方法本身并没有错，很多专业的投资者和机构也会用这些方法赚钱。但问题是，这看似简单的三板斧，门槛其实极高，普通人基本驾驭不了。就比如做波段，你真的能每次都抓准时机吗？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涨跌。大多数人都是看到股市涨了几天就冲进去买，结果被套在了高位。或者一跌就慌忙卖出，错过了反弹的机会。第二种靠消息操作的方式，其实更适合那些专业投资机构，因为他们有更快、更全面的信息渠道，还有专业团队研究解读。而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当消息传到我们耳朵里时，往往已经滞后，市场早就反应过了。所以想靠资讯赚钱，大概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一种压趋势，格雷厄姆说，即使你看对了大趋势，也未必赚得到钱。上世纪50年代，大家都认为航空业会蓬勃发展，于是基金经理们就疯狂买入航空股。结果后来行业确实发展了，但由于产能过度扩张，竞争激烈，导致航空公司利润微薄，整个行业普遍亏损，投资者反而还赔了钱。这些方法让专业投资者用，可能还有一点胜算，但对于普通人来说难度太大。曾用他们赚到钱的人，更多靠的是运气，但却有很多人都把这种运气当成了自己的实力，错把投机当成了投资。格雷厄姆认为，真正的投资必须基于分析，是一种对公司生意的理解，要确保本金的安全，并在此基础上追求适当回报。如果二者不可兼得，那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相反，那些看到别人说好就买入，只追求高回报，不关注基本面的，就是在投机。但是呢，因为投机这个词儿听起来好像不太光彩，所以现在资本市场的很多人，甚至一些专业机构，都爱用投资这个词来掩盖自己的投机行为。格雷厄姆说，大多数人亏钱，就是因为他们只关注股价的涨跌，对公司缺乏了解，把投资变成了赌博，赢了靠运气，输了才是常态。你不妨考考自己，如果明天交易所关门，你的股票还能收回本金吗？同样的，房地产投资，如果房子不能交易了，你能收回成本吗？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就是投资者，回答不了的就是投机者。而在投机者里，90%的人最终都会成为韭菜。所以我们如何才能成为聪明的投资者呢？格雷厄姆给出了几大要点，大家可以对照着练习模仿。首先就是要关注公司的基本面，就像你真的要去做这门生意一样，你需要了解公司是如何赚钱的，管理团队是否有能力和诚信，财务状况是否健康。其次就是要保护本金，做好仓位控制，把长期不用且不影响生活的钱才能拿去投资股市，并且要接受它上下50%的波动。如果你最多能接受10万块的亏损，那最好只投20万进去，保持足够的安全边际。再来就是要保持理性的收益预期，不要老想着一夜暴富。骗子们就是利用这种心态来骗你钱的。要给自己设定符合实际的收益目标，比如债券年化5%左右，股市长期年化8%到10%，这就已经很好了。最后就是要持之以恒，耐心等待，不要被短期波动影响，相信自己的判断，长期持有优质公司。就像我们之前那期讲复利的视频里说的，你只要能坚持，每个月存个5000块，通过指数投资复利增值，未来老了有个几百上千万资产都是有可能的。也许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普通人本金不多，还要研究公司，感觉根本做不到。格雷厄姆对此也有解释。他说，判断公司的价值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学一点基本金融知识就能判断个大概，这就足够你获得一个平均水平的收益。那至于该学习哪些简单的知识，我们后面会详细分享。但格雷厄姆也承认，人总有投机的冲动，偶尔小赌怡情也未尝不可，但要控制好度，不能把它当成严肃投资。如果不严肃对待，投机可以带来快乐，但是一旦变成了主要方式，那就可能给你带来不幸。所以他的建议是，我们可以设立2个账户，一个用于严肃投资，一个用于小额投机，投机资金控制在总资产的5%以内。这样即使失败，损失也在可承受范围内，不会影响整体的投资计划。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这和我们讲过的黑天鹅里塔勒布提出的杠铃策略不谋而合。大部分资金用于安全稳健的投资，小部分资金去博取高风险的机会。所以顶级投资者的智慧其实都是相通的。那么按照格雷厄姆的理念，普通人可以采用哪些策略真正实现财富增值呢？我们先从稳健的讲起，他提出了一个适合绝大部分普通人的防御型投资法，叫做股债组合动态调节，特别适合那些平时很忙，不想每天关注股市涨跌，或者那些不想为理财操太多心，但又希望自己的钱至少能跑赢通胀的朋友。这套模型的核心逻辑就是防守优先，稳中求胜，先确保自己的资金安全，不轻易进攻，也不盲目追求高收益。那具体要怎么做呢？格雷厄姆举了个例子，假如你有笔闲钱拿来投资，就可以把它分成2份，一份用来买优质的股票，另一份买国债之类的优质债券，两者的比例，他的建议是在25%到75%之间。比如你可以设置成40%股票，60%债券，也可以50比50，甚至75%股票，25%债券，反正最低不低于25%，最高不超过75%。这么做的好处，一是为了确保安全，因为股票和债券是互补的，股市好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多持有股票，但是买的越多，风险也越大，所以至少持仓25%的债券，这个硬指标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底线不会被突破。毕竟国债等优质债券的违约风险很低，能对冲掉一部分股票的风险。二是为了收益上互相托底，股市跟债市的收益常常呈现出跷跷板效应，股票大涨的时候，债券的收益通常会低一些，而当股票低迷时，债券的收益往往表现不错。格雷厄姆解释说，这是因为股市特别好的时候，上市公司的股价很高，他们不需要卖掉太多股份就能融到很多钱，那自然也没有必要发债借钱了，债券利息就掉下来了。相反，如果股市不好，上市公司就要通过发债借大量钱，利息也就上去了。
而我们利用股票和债券的互补性，就可以让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相对降低，收益也就更稳定。那这个办法好在哪儿呢？格雷厄姆说，它可以让你不需要预测市场走向，也不需要费时费力盯盘。牛市来了，股票或者指数涨得好，你就卖掉一部分去买债券，锁住收益。熊市来了，股市下跌，债券表现更好，你就卖债券买股票或者指数，相当于抄底入场。这种傻瓜式的懒人投资策略，既能有效分散风险，又能帮你长期跑赢通胀。那么股票和债券的投资比例要根据什么去确定呢？作者说，一要看你的风险偏好，二要看你的抗风险能力。我们先来看风险偏好。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投资者，只愿意承担最低限度的风险，那就可以选择25%股票，75%债券。反过来，如果你能接受比较高的风险，那你可以把75%的钱买成股票。当然，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中等偏好，那就可以选择股票和债券各买50%。再来看抗风险能力。比如你现在是单身还是已婚，靠什么维持生计，消费习惯怎么样，有没有子女，他们有多少教育开支，父母是什么情况，多大年纪，身体好不好，有没有退休金，投资损失多少钱，你的生活质量不会明显下降等等，这些都是你抗风险能力的具体表现。分析下来，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抗风险能力还不错，那就增加股票的比例。相反，如果觉得自己用钱的地方很多，承受不了太大的损失，那就多持有债券。当然，格雷厄姆说，这个比例定下来之后也不是不能调整，可能过个1-2年，你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升职加薪了，抗风险能力大幅提高，那就可以重新确定一个新比例。格雷厄姆还建议，每年年底我们都可以对投资组合进行一次动态调仓，让它还原到最初时设定的股债比例。举个例子，假如你有10万块钱，4万投了股票，6万买了债券。现在牛市来了，股价开始上涨，你原本价值4万的股票变成了5万，而债券价值没变，还是6万，那你现在的总资产就变成了11万。之前定的比例是4:6，那11万的40%应该是4万4，而现在股票增值到5万，超出了6000块钱，这要怎么做呢？格雷厄姆说，你应该卖掉这6000块的股票，用卖出来的钱去买债券，让你的投资组合回到4:6的比例。反过来，如果股票下跌，那也应该卖掉一些债券补充到股票里。简单点说，就是哪部分涨得好，你就把超出来的卖掉，填到另一边去，每几个月或者1年调整一次，保持住你的固定比例就行了。这个防御型投资策略就这么简单。当然，很多人可能会奇怪，这么无脑的操作为什么就能赚到钱呢？因为它符合投资的基本逻辑，资产高估时卖出，低估时买进。按照格雷厄姆的策略，牛市里股票被追捧，价格高了我们就卖出获利，逐步退出；熊市里股票被低估，我们就能低价买进，逐步进入。这其实和市面上绝大部分投资者的做法是相反的。很多人是看到股价疯涨就赶紧加仓，市场一跌就慌忙卖掉避风险。他认为非专业人士这么做，基本都是在对自己的钱包不负责。格雷厄姆说，投资最重要的就是防守，宁可放弃进攻的机会，也要先防住风险，先保住自己的阵地，即使最坏的情况发生，也不至于亏损太多。防守优先其实是一种很深刻的生存哲学。当年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经常用的一个战术就叫做结硬寨打呆仗。这种战术说白了就是只防守不进攻，湘军筑起最坚固的防线，让自家士兵躲在后面，不许跟敌人交锋，然后慢慢推进防线，一直把对手的城池团团围住。困上2年，对手弹尽粮绝，就开城投降了。保住自己的实力，才有机会撑到赢的那一天。对于格雷厄姆的防御型投资来说，机会就在牛市崩盘的时候，市场恐慌大跌，我们就减少债券，加仓股票。这时候我们买到的都是便宜的资产，赚钱的确定性就会高一些。当然，这套逻辑是反人性的，几乎很少有人能在股市或者经济不好的时候，身边人哀鸿一片，还能保持积极乐观的。这也是为什么股市里只有1%的人能够真正赚到钱的原因。那以上就是防御型投资的基本逻辑。尽管今天的市场环境跟格雷厄姆的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的防御型投资策略依然能给我们很多启示。最重要的不是在于股票和债券具体投多少，
而是我们投资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构筑自己的防线，先确保自己能长期活下去。当然，这个方法要想真正落地，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买什么。如何挑到合适的股票、基金和债券，以及什么时候买进去，这应该是困扰着所有投资者的永恒话题。有些公司买了之后万年不涨，有些是大盘猛涨的时候它涨得少，大盘跌的时候它跌得更狠，甚至有些不法机构或者大 V 还会引导大家去买杀猪盘。所以我们普通人要怎么才能避开这些坑，像巴菲特一样享受到一家公司的长期收益呢？格雷厄姆说，选股这事儿吧，本质上就是门看公司的艺术。但即便对那些投资大师来说，遇上一只好股票也是要付出很大努力的。像彼得林奇一年要亲自拜访500-600家公司，才能找到几个真正有投资价值的。而巴菲特从早到晚都在研究各种公司财报，可一辈子也就只压住过那么几家，两双手都数得过来。而咱们大部分股民买股票那可太随意了，不少人都是看到最近新闻火什么就买什么，搞其他工作的感觉自己很熟悉医药公司。普通老百姓觉得自己也能看清军工的发展，甚至很多人干脆看对眼了就买，还挺自信。但问他为啥买，又说不出个门道。我们这样投资不仅风险极大，而且大概率都是以亏钱收场的。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筛选出好公司呢？格雷厄姆在书里给了我们4条建议。不过在说之前，我先打个预防针，因为《聪明的投资者》是1949年出版的，虽然它在70年代已经修订更新了一次，但是现在时代又进步了。今天我们有更多方便的工具，选股变得简单太多了。比如指数基金就是以前没有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买沪深300指数、A500指数或者标普500指数等等，它们都是由一揽子最优秀的公司组成的。买指数基金就相当于一次性买了一堆好公司，连选股的环节都可以省了。但是呢，如果你想追求比市场平均水平更高的回报，或者想挑战一下自我，享受选股的乐趣，那就可以参考格雷厄姆的方法，自己去筛选好公司。首先我们来看他给稳健型投资者的选股建议。第一点，要分散投资，但又不能太分散。不管你多么自信，选股的第一步永远都是控制风险，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具体要分散到什么程度才合适呢？格雷厄姆的建议是至少买10只股票，这样就不会因为哪个表现不好而拖垮整个组合，但也不能太分散，最多持有30只就差不多了。因为如果买太多，你反而没有精力和时间去跟踪每一只的表现，这样还会增加投资的风险。第二点就是要优先选择大公司，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白马股，远离那些小盘股。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小盘股才有爆发力，大公司市值高，股价波动小，很难有翻很多倍的机会。但同样的，小公司容易暴涨，也容易暴跌，里面很多门道是外面的人很难看得明白的。相反，大公司的业务经过了时间的验证，盈利相对稳定，也有更多资源应对市场变化。特别是在国际形势不稳定的时候，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也会更强一些。那要多大规模才算大公司呢？这个其实也没有全球统一标准，但是市值是一个最简单的参考。比如你可以设个门槛，市值低于200亿的公司就不碰。在这个大基础上，格雷厄姆还建议优先选择各行业的龙头企业以及财务稳健的企业，流动资产至少是流动负债的2倍，这样才能确保公司现金流充裕，不会因为负债过高而陷入困境。当然，这些数据需要你自己去查这些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一般在券商平台都能找到。反正一定要学会先研究后下手，聪明的投资者只投价值，不投欲望。那接下来第3点就是可以找那些长期分红的公司，为啥呢？因为能持续分红，才能证明这家公司有稳定盈利的能力，并且长期给股东创造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格雷厄姆建议我们还可以再叠加一个利润增长指标。比如你可以优先选择过去10年每年都有利润的公司，符合这个标准的就已经不多了。如果你还不放心，可以再设一个最低利润增长率，比如平均每年要增长5%以上，能达到这些条件的公司，基本都是能长期挣钱的好公司。
最后一点就是要关注市盈率，警惕高成长股。很多股民都会被新兴行业或者科技股吸引，觉得他们未来很有前景，股价有机会翻很多倍。但是这也是防御型投资者最容易踩的坑之一，因为市盈率这个指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只股票当下热不热门，有没有被炒作。市盈率越高，其实也就意味着股价偏离实际价值越远。所谓的高成长股当然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前提是价格不能离谱。而现实中进入公众视野的成长股价格通常已经很高了，就比如一些科技股，市盈率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倍，也就是说我们想通过分红回本至少需要几十年。这种股票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赚到钱的难度非常大。在美国历史上，科技成长股经常让投资者血本无归。比如在格雷厄姆那个年代 ，IBM 一直是成长股的龙头，但是在1961年到1962年的6个月之内，股价下跌了一半。德州仪器也曾在6年之间从$5涨到$256，但是2年之后，股价迅速跌去了4%，只剩$49了。格雷厄姆提醒我们，看一家公司的市盈率，应该关注它的长期平均值。比如过去7年的市盈率平均值，最好控制在25倍以内。如果你只看过去1年，那市盈率要控制在20倍以内。对于防御型投资者来说，高市盈率的成长股再诱人也不属于你，所以不如干脆放弃。那些不那么热门但市盈率合理的大公司股票反而会更适合你。每个人都只赚得到自己能力圈以内的钱。另外，他还给了一个简单方法，叫做美元成本平均法。我们用人民币投资，也可以叫它人民币成本平均法。说白了就是定投，按月或者按季度买入那些优质的白马股，比如像各行业的龙头公司，他们的盈利稳健，长期来看都是优质的投资标的。这让我想起之前段永平建议年轻人把每个月剩下来的钱去囤茅台股票，结果被大伙笑惨了。因为现在买一手茅台就要10几万，每个月能剩那么多钱的年轻人也是有点少。但是其实大道的初心就和格雷厄姆给我们的建议不谋而合。通过定投的方法，在市场低迷的时候买到更多优质的资产。当市场火爆时，你买的少，风险也相对小。但如果以10年、20年用存钱的心态去看它，只要你能坚持下来，每年取得7%到10%的年化收益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当然了，这是给防御型投资者的建议，让你不用怎么操心的实现长期投资。如果你想追求更高收益，也就意味着需要承担更高的风险。那格雷厄姆又给了激进型投资者怎样的建议和模型呢？到底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我们在市场里跑赢大盘，获得更高的收益？他说，你需要主动去寻找被市场低估的优质公司，在它股价低于内在价值时买入，持有到高于内在价值时卖出，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发现市场的错判，这样你才有机会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我们来打个比方，假如有一套价值200万的房子，每年能收到7万块房租，租客非常稳定。但由于现在经济不好，租房市场萧条，租金降到3万一年都很难租出去了。这时候它的估值就会下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房子不值那么多钱了，只愿意花50万买。结果呢，等过2年经济好转，地产市场又重新火热了起来，租金开到10万一年都还很抢手。这时候大家又会对它改变看法，估值很可能就变成了300万。这就是市场对于内在价值和未来收益信心的波动。格雷厄姆给我们的建议就是在市场给他50万估值的时候买下来，在有人出300万的时候卖掉。那在股市中也是同理，找到那些被市场低估的宝藏公司，在适当的时候买入持有，等待价值回归。显然，相比防御型投资，这就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市场和公司内部的真实情况，专业知识的要求也更高，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太合适。不过这里肯定也有人会觉得，低买高卖，这不就是大家都在干的追涨杀跌吗？谁都会。其实不是，进攻型投资和普通的短线操作有着本质区别。首先是买入逻辑不同，大多数人炒股主要就是看价格，今天价格跌了买入，明天涨了就卖出，后天跌了又买。而格雷厄姆说的进攻型投资，关注的是公司的内在价值，通过深入分析，判断一家公司是否值得长期投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家好公司，这是买入的决定性因素，价格高低只是决定什么时候买而已。
其次是心态不同，普通投资者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一跌就害怕，涨了又发狂，心态非常不稳定。而格雷厄姆的进攻性投资是基于对公司的信心，即使短期股价下跌也能保持淡定。三是风险控制也不同，很多人容易把大量资金压在一两只股票上，风险集中，而进攻型投资不会去赌某一只股票，是要找到一大堆价格被低估的公司分散投资。除此之外，格雷厄姆还建议大家可以只拿10%的仓位做进攻性投资，买自己选的股票，剩下的90%做防御性投资，比如买成指数基金和债券。因为虽然找到跑赢大盘的机会很重要，但确保本金的安全更重要。我估计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已经懵了，这算哪门子进攻型？一点激进的影子都没有啊！这或许就是他们能成为投资大师的原因了。确保本金安全，才是对风险基本的敬畏。那么进攻型投资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格雷厄姆说，在进行之前，首先要注意避开3大雷区。一是高利息的债券不要碰，很多人觉得债券都很安全，但是千万别忘了，高利息往往都伴随着高风险，发行这些债券的公司信用可能会存在问题，所以宁可选择安全性高但收益稍低的债券，也要确保本金安全。二是不要盲目打新股，这可能也是格雷厄姆最容易被我们中国股民吐槽的一个点了。因为在咱们这儿，之前打新股几乎还是个稳赚不赔的操作，很少有谁听到打新亏了的。但其实在国外的成熟市场，新股上市当天破发，也就是跌破发行价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这里面的公司质量参差不齐，风险较大，这对我们中国股民来说也算是提了个醒儿。虽然目前 A 股还存在打新股的机会，但是从长时间来看，随着我们的市场越来越成熟，大概率我们也是会像国外一样，打新不亏的神话迟早会破灭。第3点就是要谨慎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券。格雷厄姆说，虽然很多国家的国债收益很高，但普通人对他们的经济情况和信用评级缺乏深入了解，没法对风险做出合理判断。万一外国政府违约了，你也没有什么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如果大伙有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那就务必要深入研究，不能只看利率高低。那了解完雷区，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进攻型投资该怎么选股了。格雷厄姆给我们提了3条建议，帮我们找到那些被低估的好公司。一是去寻找那些被市场冷落的行业龙头。因为当下不被大家看好，也就意味着它很可能被低估了。我们可以在行情不好的时候，从那些知名指数里挑选出市盈率较低、暂时被市场冷落的龙头企业，因为这些公司基本面相对扎实，一旦市场回暖，它们往往能率先反弹。当然，为了分散风险，你至少要找出好几只这样的股票进行分散投资。你可能好奇这个办法靠不靠谱呢？格雷厄姆做过研究，他发现1937年到1969年这34年间，按这种方式选股，有25年都能明显跑赢市场。所以如果你想在股市里获得超额收益，不妨多关注这类暂时被低估的行业龙头。那么它的第2条建议就是让我们去寻找那些便宜的优质证券，但是这里的便宜不是指股价低，而是指在市值低于净营运资本价值的公司里挑选。市场对这些公司的估值过低，存在价值回归的机会。同样的，买入的时候还是要坚持分散投资的原则，选择多只股票组合持有才行。最后，格雷姆还提到了一些特殊机会，比如有些超级巨头遇到触碰反垄断法，被强制拆分成几家小公司，这时候往往会带来股价的波动和重新估值的机会，同时也给投资者带来了不错的投资机会。虽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市场动态，但如果遇到了，那就得好好研究，别错过。总之，进攻型投资并不是要让我们冒险，而是要通过更加主动的方式去发现市场上被低估的价值，然后获得比平均水平更高的回报。他依然强调风险控制，并要求你花大量时间去研究公司的基本面。说完股票的投资策略，那基金又应该如何选择呢？其实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金都是一个省心又安全的投资选择。我们除了可以用货币基金来存放平时要用的活钱，还能用债券基金做一个稳健的理财底仓。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买的或者专家金融机构推的都是股票型基金，因为它操作简单，不需要我们自己选股票，基金经理会做好投资组合。其次是分散风险，基金通常都会投资于多只股票，同时基金经理也更有经验、更专业，理论上能比大多数人自己管钱获得更好的收益。
所以它在成熟市场里多年来都是被看作接近完美的投资产品。比如在美国，就有数以千万计的家庭都是通过基金参与股市投资的。但是现实真的如此美好吗？很多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学费账户，是我最早的一笔投资，买的都是一些主动型的股票基金，我现在还放在那儿没有去动过它。我记得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亏了50%到60%，这其实是有一点反常识，因为过去我们都认为公募基金的风险好像没有那么大，像银行和支付宝什么的也都在推，而且我买的都是明星基金经理，结果不仅收益惨不忍睹，甚至有的基金经理去踩了缝纫机。所以后来我就把其他投资分开，这个账户就放在那里做一个实验，看看它到底会跑输大盘多少。那最近几个月市场回弹了那么多，我其他账户都已经盈利10几了，它现在还亏着30%多，我们可以看看它到底多久才能回本。当然了，这不是个例，其实在2021年入场的小伙伴基本都遇到了这个情况。所以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当时犯了什么错误呢？格雷厄姆在书里给出了原因。首先，我们总是容易被市场的高收益神话所迷惑，对基金的期待过高。格雷厄姆统计了1961年至1970年美国最大的10只基金的收益，发现它们的表现大致与标普500指数持平。也就是说，即使是行业顶尖的基金，长期来看也只是追平了市场平均水平。最近半个世纪，金融学者们也做过很多研究，印证了格雷厄姆的观察。他们发现，只要把时间拉长，绝大部分基金的收益都跑不赢大盘。很多基金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业绩都会迅速回落。其次是很多投资者都喜欢选择过去业绩最好的基金，认为这代表了基金经理的实力。当然，格雷厄姆提醒我们，过去的辉煌不代表未来的成功，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过往的高收益可能只是运气，无法复制。在我们刚刚讲过的《黑天鹅》里，作者塔勒布也强调了这一点。资本市场是典型的极端世界，在这里运气比能力重要得多。格雷厄姆说，基金的高收益无法持续的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资产规模过度膨胀，会严重影响收益。早期基金公司资产规模小的时候，想跑赢市场相对容易，选中的股票里只要有2-3只涨得好，整只基金短时间内就可以拉出夸张的涨幅。但是当投资者被高收益吸引，大量资金进入，基金规模变大之后，为了规避风险，就必须投资更多股票，难以集中火力。个别股票的出色表现对整体收益的影响减弱，业绩也就回归到了平均水平。二是高昂的管理费也是影响我们投资收益的重要原因。格雷厄姆说，有些基金公司甚至会在基金公开售卖前，先让内部人投资，获取初始高收益，然后再公开宣传这个收益率，吸引普通投资者进场，同时还会收取高额的管理费，比如每年2个点或者更多，侵蚀了投资者的实际收益。前面说了，本来规模大了收益就会下跌，这点微弱的回报还被高管理费吃掉了，所以很多大基金都跑不赢大盘了。第3个原因是羊群效应，说白了就是模仿。当一只基金成功后，其他基金也会抄它的投资策略，这就容易出现大家都买相同几只股票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基金重仓股。那行情好的时候，大量资金涌入这些股票，股价就会被推得很高，风险增加。而当市场开始调整时，这些资金又会集中退出，出现暴跌的情况。那么聪明的投资者该如何选择基金呢？格雷厄姆给了我们2条建议：一是首选指数基金，包括我的偶像巴菲特、芒格以及约翰伯格，都是建议普通人投资指数基金，少去碰股票和主动基金。因为长期来看，市场都是波动向上的，指数基金至少能帮我们拿到这个市场的平均收益，同时它的管理费用很低，减少了对我们收益的侵蚀。而且历史数据也证明，绝大部分的主动管理基金长期来看都跑不赢指数，所以它非常适合我们长期投资。日积月累下去，越往后越能享受到复利的威力。就像我巴菲特说的，投资就像是滚雪球，你要找到一条足够长的坡，投资指数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的。当然了，虽然大部分基金无法长期跑赢大盘，但还是有少数基金表现出色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怎么找到它们。格雷厄姆总结了这类基金的几个特点。首先，基金经理要跟投资者的利益一致，他最好是老板，不是职业经理人，这样才不会跳槽，能对投资者负责到底。同时，他自己的钱最好也投到了管理的基金上，他才会对业绩高度关注。
二是要费用合理，不要买那种收费高的。格雷厄姆说，1分钱1分货这个概念在基金行业不成立。收管理费高的基金未必代表他们的选股水平就高，实际上高费用大多是前期靠宣传的结果，和实际的投资能力没有关系。那些真正能跑赢市场的好基金，他们想做长久，恰恰会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考虑，收取比较低的管理费，让利给客户。3是投资策略独特，敢于与众不同。像彼得林奇管理的富达麦哲伦基金，买的都是一些其他基金不会买的廉价资产，比如他在80年代大举买入了几乎破产的汽车公司克莱斯勒，这其实就是格雷厄姆说的找到被低估的潜力股。对那些流行的、受欢迎的大热门成长股，彼得林奇反而显得比较冷淡，因为那些股票价格被炒得太高了，风险很高。按照这3个特点去找，你就有机会发现能跑赢市场的好基金。当然了，股市里也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才是师傅。特别是买主动管理型基金的朋友，就和买股票一样，也要随时保持警惕，你买的产品和管理人有没有出现异常。格雷厄姆指出，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几个信号，发现问题了就要考虑卖出，保证本金的安全。第一个信号是交易策略突然发生急剧的改变，比方说这个基金本来主要投的是价值型股票，现在突然转向热门成长型股票投资了，风格突变。2是基金经理变动，不确定性就会增加，新的基金经理可能策略不同，能力未知。3是业绩出现异常波动，原本稳健的基金突然大幅亏损或者暴涨，可能预示着投资策略或者市场环境发生了不利变化。4是市场过热的时候要果断卖出，通常在牛市中后期的时候，成交量会显著放大，大量资金涌入市场，因为主动型基金有最低仓位要求，新进来的钱必须拿去买股票，但这时候市场价格都已经很贵了，所以风险就会大幅提升。格雷厄姆建议我们获利了结，或者当你定投的收益达到20%以上，也可以考虑套现离场，等待市场调整后再启动新的定投计划。不过你在践行这些投资理念的时候，还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遇到一些专业的问题，你不知道该去咨询谁，如何找到一个靠谱的投资顾问。90年代的时候，美国股市非常火爆，买啥都挣钱，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自己是大神，自行上证券股票。结果呢，后来纳斯达克泡沫破裂，大家亏得一塌糊涂，于是很多人就痛定思痛，觉得没有专业指导独立投资，这个想法太蠢了。格雷厄姆说，这个反思一半对一半错。对的一面是大部分人确实需要专业指导，错的一面是就算你找到了投资顾问，股灾来了大概率还是难逃一劫。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专业的投资顾问是帮我们挣钱的，但其实他们是帮我们省钱的。格雷厄姆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防止客户出现投资失误。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似乎跟现实有点脱节。现实中，投资顾问通常会强调他们帮客户做的投资赚了多少钱，收益有多好。但格雷厄姆很不喜欢这种行为，他觉得这种迎合客户期待的做法，其实让顾问的角色失去了本质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其实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都只适合防御性投资，大家的投资知识很少，很容易被别人的建议影响。但是呢，防御型投资又很保守，很枯燥，大伙儿听到那种高收益，难免会有冲动，也想去尝试点刺激的。所以找投资顾问的最大作用，就是压制住我们的冲动，不让我们偏离轨道，护住基本盘。可是现在大多数投顾的做法都变味了，失去了防火墙的作用，他们忘掉了自己的基本职责，一味的迎合客户，客户羡慕别人的高收益，投资顾问就帮着追逐高收益。格雷厄姆说，这种风气其实和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有关，很多机构都是靠佣金盈利，越多客户投机，交易越频繁，佣金自然就越多，所以他们也愿意去迎合客户那种投机追高的心态。但格雷厄姆说，从数学上来说，投机是必定亏损的。我们可以来算笔账，投机靠的是运气，但是好运气不会一直有，所以好运带来的超额收益迟早会被坏运气对冲掉。长时间来看，投机最多就是个不赚不赔的水平。可如果你再把频繁交易产生的高昂手续费、佣金和管理费扣掉，那就很难不亏损了。金融精英都那么聪明，他们当然知道投机是赚不到钱的，所以他们就只赚佣金，
性，不拿投资收益的分成。难怪作者会说，华尔街的繁荣是建立在佣金上的。但这不是说市面上就没有好的投资顾问了。格雷厄姆自己就是一个从业了50年的证券分析师。他说，在一些比较传统的金融机构里，更容易碰到那种保守稳健的投资顾问，他们不会鼓励你去投机，也不会给你推荐高佣金的产品。如果遇到了，那记得当个宝紧紧抓住。那么什么样的人需要投资顾问呢？作者说，有下面3个特征的人可以考虑。第一，出现了巨大亏损，比如说金融危机的时候，你的资产组合亏损幅度远远超过了大盘，你就很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第二是财务失控，如果你发现自己存不住钱，总是不能按时支付各种账单，那说明你的财务管理出了问题，需要有人来帮你做个全面的财务计划，告诉你该花多少、借多少、存多少、投多少。三是投资组合不科学，假如你自己不会配置资产组合，或者你之前搞的投资组合随着大盘波动显著，这可能意味着你买的东西比较同质化，没有做到真正的科学资产配置，这也需要一个专业的资产分配计划。那要怎么才能识别出靠谱的投资顾问呢？格雷厄姆说，首先你要确保他是可信的。你可以去监管部门的网站查询资质，看看有没有风险提示、法律诉讼、投诉罚款之类的负面信息。对我们国内的投资者来说，我们可以去中国证券协会官网查询证券经纪人的从业资格证书，还可以去证监会官网查询他们是否有过被处罚的信息。当然，有人还喜欢找做金融的亲戚朋友当投资顾问，但格雷厄姆不建议这么做。原因是我们很容易因为对亲戚朋友的感情和信任，夸大他们的专业能力，对他们盲听盲信，那还不如直接找个陌生人。其次，我们还可以主动去了解投资顾问的能力，比如你可以问他们一些问题：你的投资理念是什么？你投资股票多还是基金多？这些问题是了解他对投资以及风险的理解。你也可以问：你使用技术分析吗？使用择时交易吗？格雷厄姆说，如果他说会用，普通投资者应该直接 pass 掉他，因为在他眼里这是投机，不算投资。当然，我们也说了，这是价值投资派的观点，不相信有人能分析价格走势。另外，我们还可以问他：你能帮我在投资上拿到多高的年平均回报率？格雷厄姆说，如果对方说10%甚至更高，那这个投资顾问简直不值得信任。他认为这样的承诺往往代表着风格激进，有点不负责任。当然，如果对方直接说出一些过于肯定的话，比如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不买会后悔一辈子，我们能战胜市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格雷厄姆说，这你直接可以到监管部门举报他了，因为这是违规诱导。第三点，我们还要看投资顾问会问我们什么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金融市场真正优秀的人从来不缺客户，他们通常会很挑。如果他对你很迎合，百依百顺，这反而是个危险的信号。格雷厄姆说，像他这种资深的投资顾问通常会问客户：你现在的财务状况如何？收支平衡吗？你期待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你为什么要找一个金融顾问？你的长期目标是什么？靠谱的顾问一定会问你个没完，降低你的预期，纠正你不合理的资产配置。如果他认为你的想法都是对的，那这个人就是不值得信任的。说到底，我们雇佣一个投资顾问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管理钱，而是为了管理我们自己。当然，即使找到一个靠谱的顾问，投资中我们仍然需要时刻保持理性，关注自己投资的公司里面的股东和管理层也是长期持有一只股票的风险点。2001年，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突然爆出财务造假丑闻，很快就宣布破产，震惊了全世界。因为这家公司当时可是世界500强的常客，名列前茅，口碑良好。但令人惊讶的是，安然的造假行为其实早在股东报告里公开披露了，关联交易的操作方式与高管利益的勾连都写得清清楚楚。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提前发现这些问题呢？格雷厄姆指出，大部分的投资者其实根本不关注公司披露的细节，更别提行使监督、投票，甚至要求更换管理层的权利了。很多股民都自愿放弃了作为股东应有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很多造假事件的发生。这让我想起网上经常有股民被嘲笑的段子，比如有人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5家上市公司的股东。
结果那人就嘲笑他说：“切，少吹牛了，看你那小样，结果是个无业游民。”听起来有点滑稽，对吧？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股民持有的那点股票怎么能算上市公司的股东呢？但格雷厄姆说，怎么不算呢？哪怕你只持有100股，从法律上来说，你也是堂堂正正的公司股东。你有权要求董事会和管理层为你的利益负责，这是名正言顺的。在他眼里，我们投资者应该更重视自己的股东身份。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谈何容易？我们中小投资者的力量太薄弱了，根本对抗不了大股东和管理层啊。这确实是现实。不过，我觉得格雷厄姆强调的是，我们至少要有维护自己财产安全的意识和态度。手段是否有效先放一边，关键是要有这个觉悟。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1949年出版的《聪明的投资者》第1版里，格雷厄姆苦口婆心地劝诫股民要主动监督董事会和管理层。这部分内容的篇幅很长，然而到了70年代的修订版本里，相关内容被他削减了3/4。他的学生巴菲特评价说，这说明老先生已经很气馁了，因为他发现劝了几十年都没有效果，股民对他的建议根本不感冒。买了股票之后，依然没有人关注董事会和管理层是否对投资者负责，这让老爷子有点痛心疾首，也是为我们操碎了心。那么作为中小股东，我们最应该关注这里面的哪些风险呢？格雷厄姆说，我们最该关注公司的利润怎么分配。理论上来讲，我们作为投资者，当然希望上市公司赚钱后给我们分红。然而现实中却很奇怪，很多人并不关心企业是否分红，甚至有的还更愿意企业不分红。这是为什么呢？格雷厄姆说，这是因为股民相信了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一套说辞。他们会说，公司虽然利润很高，但我们想先不分红，把利润用于公司发展，等未来股价高了，大家也赚得更多。但是这个说法成立的前提是，我们要监督他们，看看他们是否真的把利润用于公司成长了，因为很多都只是不想分红的借口而已。所以大多数时候，他们把这些钱用到哪儿去了呢？很大一部分都用在了回购股票上。有数据显示，早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上市公司就已经把41.8%的净收入用在了回购自家股票上，而2010年到2020年，更是累计进行了约6.5万亿美元的股份回购，这差不多相当于半个 A 股总市值了。他们这种大手笔的回购让很多中国股民都很羡慕，因为这会把股价拖起来，尤其是在行情不好的时候，母公司回购能稳定股价。看起来股民是得到了实惠，公司也似乎对股民很负责，赚了一个好名声。但是格雷厄姆和巴菲特却对此公开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样操作的大部分实惠，普通股民并没有拿到，因为这些低点回购的股票，很大一部分被作为期权激励发给了高管，等行情好了之后，到了行权期，高管们在高价套现，低买高卖，赚得盆满钵满。这就相当于用普通股民的分红钱支付了成本，而收益却落到了高管的口袋。所以巴菲特他们才说，还不如当初就把利润直接分给普通投资者呢。当然，可能也有人会反驳，虽然利润有一部分被高管拿走了，但还有一部分也投到了公司发展上嘛。如果利润都分给股民了，企业没钱增长，最终吃亏的还是我们啊。针对这个观点，书中引用了2项学术研究。一项研究发现，10年内低分红的公司，它的利润也会比较低，平均利润率比高分红的公司低3.9个百分点。另一项研究发现，持续增加分红的公司，未来4年的利润率也会增长。这就和上面的说法是矛盾的。为什么利润分给了投资者，反而企业发展得更好了呢？巴菲特对这件事有过一个解释，他说，这是因为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管理团队资金管理水平都不怎么高，有了多余的利润，他们就很容易去做一些缺乏深思熟虑的投资，导致资金浪费。而把多余的利润回馈给投资者后，管理层的资金有限，花钱也就会更谨慎，资金的使用效率反而提高了。所以格雷厄姆师徒认为，每一位普通投资者选择股票的时候，都应该关注董事会和管理团队，尽量选择那些愿意持续分红的公司。对于已经持有的股票，如果公司找各种理由不肯分红，我们应该勇敢地利用股东身份，通过合法手段对他们提出质疑，督促他们维护我们的权益，否则这家公司就是不合格的。如果你能做到以上这些投资原则，那么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聪明投资者了。那接着我们来聊聊一只股票最好的买入时机到底该怎么判断。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看着股价一路下跌，觉得机会来了，果断抄底，结果却被深深套牢，那种滋味别提多酸爽了。有些价格看起来很诱人，但事实证明它还远远不是底。那么如何判断股价到底了没有呢？如果格雷厄姆现在站在我们面前，你猜他会怎么说？他肯定会说不知道。因为价值投资不认为谁有能力预测股价走势，既然走势都无法预测，何来什么时候是顶，什么时候是底呢？不过老爷子在这本书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安全边际。利用这个概念去挑选股票，能不能让你抄到底不敢保证，但至少可以大大降低你被套牢的风险。那什么是安全边际呢？说白了就是你的安全底线。我们先拿买债券来说，格雷厄姆认为，如果企业的利润远远超过债券利息，那么安全边际就会比较高。举个例子，一家企业每年需要支付债券利息100万，但它每年的利润是1000万。那即使市场出现巨大波动，持有他家债券的投资者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它的血槽足够厚，即便发生非常极端的危机，利润突然减少90%，它依然能按时支付利息。利润和债券利息之间的900万差额，就是格雷厄姆所说的安全边际。另外还有一种判断债券安全边际的方法，就是看企业的资产是否远超负债。比如一家企业的负债总额是1000万，但资产价值有5000万，那债券投资者就会比较安心，因为就算它现金流出问题了，随便变卖点资产也够还债了。资产价值在短时间内突然缩水超过80%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资产远大于负债时，安全边际就会很高。那股票的情况就要更复杂一点了，因为股价是随时波动的，不像债券利息是固定的。不过格雷厄姆说，基本逻辑也差不多，你能以越低的价格买入股票，你的安全边际就越大。那么如何判断现在的股价是否足够低，是否可以买入呢？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期待格雷厄姆给出一个指标或者一套公式，让我们可以通过查阅上市公司财报，套用公式一算，立马就能知道现在的股价能买还是不能买。但很遗憾，不可能有这样的万能公式。虽然《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里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判断标准，比如格雷厄姆提到，一家公司扣掉债务之后的利润，累计10年能超过当前市值一半的话，那当前的股价就很低，安全边际很高。再比如，如果一家公司的当前市值是利润的11倍以内，那按现价买入这只股票，安全边际也很高。然而我必须提醒大家，对我们今天的投资者来说，这些具体指标的参考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市场环境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方法早就被后人证明不再适用，甚至格雷厄姆自己都意识到了这一点。1949年这本书出版之后，每隔几年就会再版修订一次，修订到70年代版本的时候，格雷厄姆自己都在书里说，用原先这个计算方法已经找不到安全边际了，因为70年代股价整体都涨起来了，没有那么便宜的股票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他的得意门生，我的偶像巴菲特，后来在老师的理念上进行了一些改进和优化。比如格雷厄姆的策略最核心的就是低买，在别人普遍不要低估的东西里找到有价值的部分，这特别像是捡别人的烟蒂儿抽最后的那一口，所以它也被叫做是捡烟蒂儿策略。在40、50年代，美国股市有很多这样的股票，这招特别好使。但等到巴菲特出生的年代，已经没有这样的市场环境了，所以他没有继续捡烟蒂儿，而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寻找那些拥有优秀的管理层和有长期增长潜力的好公司，然后长期持有，等待市场丰厚的回报。虽然具体策略变了，但底层的东西仍然是老师教的，看重公司长期价值，不关注短期波动，拒绝投机。所以说，咱们普通人向投资大师学习，最该学的其实就是他们的投资思想和思考逻辑，而不是具体的投资方法。任何具体的方法都有时效性，时空环境变了，再灵验的方法都会成为历史。我们应该去抓更底层的东西，千万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思想至今仍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在相对低价时买入，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错。书中还提到，大部分股民最大的亏损其实是在牛市里买入了一只质量不好的股票。质量差不是说它就不会涨，恰恰相反，它可能涨得很快，但是它的价值配不上这个高价，所以当行情回落后，最先被挤掉泡沫的往往就是这种股票。在这类股票里，最典型的就是那些被热捧的成长股。
格雷厄姆认为，他们缺乏足够的安全边际，尤其是一些高科技股，财务数据甚至是亏损的，但公司市值却能高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我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个说法：他们的高股价是市场对其未来预期的集中体现。但在格雷厄姆看来，对没有任何财务支撑的市场乐观，他表示相当不理解。他认为，一家亏损的公司是不存在安全边际的，普通投资者根本不应该关注。当然，可能有人会觉得格雷厄姆是老古董，像特斯拉、京东这些多年亏损的公司，最终不也实现了盈利，兑现了当初的高股价吗？新时代的科技行业跟传统行业的玩法完全不同，老爷子的安全边际理论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要想想，有多少当初高股价的成长型公司，最后真正成长为特斯拉和京东呢？对于无法承受高风险的普通人来说，我们不应该去赌小概率事件。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其实就是普通人的护身符。当然，你可能发现了这个理论中的一个漏洞，那就是安全边际的判断依据是根据过去的业绩和利润水平，但过去表现好就能代表未来也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之前讲了黑天鹅，塔勒布指出，用过去推测未来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误区，这样思考迟早会遇到重大的意外，也就是黑天鹅事件。显然，格雷厄姆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强调，不管你以多低的价格买入一只股票，都要进行分散投资，把资金分散到几十只类似的股票上，这样就算发生了黑天鹅事件，你的风险也不会太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依然能够穿越周期，跑赢市场，发现价值。好了，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就讲完了，它是价值投资的经典之作，告诉我们最重要的道理就是，投资的本质不是管钱，而是管住自己，抛开情绪和妄念，回归价值和基本面，才是一切投资成功的根源。希望这本书能让你收获满满，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想，咱们下本书再见。